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兰香如故正式杀青，从丫鬟到主母，演技爆发惊艳全场。谭松韵在《兰香如故》中一人分饰两角，从16岁少女演到八旬主母，演技突破令人惊艳。她饰演的沈佳兰从千金沦为丫鬟，最终逆袭成主母，剧情爽感十足。与刘学义首次搭档，化学反应满分，金牌团队加持，预约量已破100万。谭松韵手捧鲜花，笑容甜美，身后是155个日夜的奋斗与蜕变。10月8日，谭松韵主演的古装新剧《兰香如故》正式官宣杀青。片场照中，她身穿素雅戏服，手捧鲜花，笑容清甜，状态满分，让人完全看不出她刚刚经历了长达155天的紧张拍摄。一人分饰两角，演技大突破。这次谭松韵在《兰香如故》中挑战自我，一人分饰2个身份，表面是察言观色的丫鬟许兰香，实际是背负家族冤屈的名门闺秀沈佳兰。她要从16岁少女一路演到八旬主母，年龄跨度极大。曝光的老年妆路透令人惊艳，佝偻的身形配着略带沧桑却有神的眼睛，和前妻少女模样形成巨大反差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谭松韵提前练习仪态，丫鬟时低头屈膝显卑微，大小姐状态又自带贵气，连打戏都亲自上阵，练到手指受伤也没喊停。贵女变丫鬟，逆袭成主母。兰香如故剧情设定相当吸睛，大学士府长孙女沈佳兰原本与吏部尚书林家长孙林锦旗订有婚约，然而朝堂风云变色，沈家遭冤灭门。幸存下来的沈佳兰顶替丫鬟许兰香的身份潜入仇家，凭借智慧在深宅中立足，最终执掌家族，洗刷冤屈。从已经透露的剧情来看，谭松韵饰演的角色将完成从千金丫鬟主母的华丽蜕变，这种逆境崛起的大女主剧情爽度破表。与刘学义首度搭档，化学反应十足。该剧的男主角由刘学义出演，他饰演的林锦旗是正四品卫指挥佥事，出身武将世家，能文能武，表面强势冷厉，内心却复杂如深海。这也是谭松韵和刘学义的首次合作，两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“脏脏包组合”。从路透照和花絮中可以看到，他们在片场互动默契，不仅有雨中拥抱的虐心戏码，还有笑场时的欢乐瞬间，化学反应十足，让观众对他们演绎的许兰香和林锦旗的故事期待不已。金牌团队保驾护航。兰香如故的制作团队可谓实力雄厚，该剧由步步惊心作家童华亲自操刀编剧，他的改编实力备受认可。近期执笔的《长相思》也是爆火古偶剧，剧组拍摄了155天，服化道方面也非常用心，角色的衣服跟着成长线变化，从浅麻色变为墨绿色，连纹样都参考古朴还原，细节拉满。目前《兰香如故》虽然还没官宣定档日期，但预约量已经突破100万大关，可见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程度。谭松韵在杀青后坦言，这段拍摄超难忘，相信这部凝聚了众多人心血的《兰香如故》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惊喜。《兰香如故》从灭门孤女到当家主母的逆袭人生，开局即地狱的千金靠什么从3等丫鬟爬回当家主母？当昔日的未婚夫成为需要仰视的主子，当锦衣玉食的贵女沦为端茶送水的婢女。谭松韵在《兰香如故》中饰演的沈佳兰，上演了一出现实版公主落难记。这部由步步惊心编剧童华操刀的古装剧未播先火，仅预告片就在抖音收割200万点赞。剧中沈佳兰从灭门孤女到宅斗赢家的逆袭，没有金手指，只有步步为营的智慧。记账查亏空，刺绣博赏识，
医术破阴谋，每一个台阶都踩得扎扎实实。而刘学义饰演的林锦旗，从退婚的负心汉到为他放弃权势的痴情将军，两人在身份悬殊下的拉扯，成为全剧最大的看点。一、狗血开局，未婚夫退婚，千金变丫鬟。兰香如故的剧情开局极是高能。沈佳兰原本是大学士府的长孙女，与吏部尚书之孙林锦旗门当户对定下婚约。然而朝堂风云突变，沈家被诬谋逆满门抄斩，林家为自保迅速退婚，转而与御前新贵赵家联姻。侥幸存活的沈佳兰，在家奴许万全夫妇的帮助下，顶替其病逝女儿许兰香的身份，潜入林府成为最低等的3等丫鬟。这一设定将戏剧冲突拉满，昔日未婚夫妻，如今一个高高在上，一个卑微如尘。谭松韵在预告片中一场奉茶戏，低头时手指关节因隐忍而发白，抬头瞬间却换上谦卑笑容，演技细节被网友称为封神瞬间。2、逆袭底牌，医术、谋略与职场生存术。沈佳兰的逆袭并非靠运气，剧中她凭借世家千金的底蕴，将花艺、医术、账目管理等技能化为生存武器。例如，他通过核对府中账目发现亏空，借刺绣技艺获得老夫人青睐，甚至在宴席上巧妙化解敌对势力的刁难。这种智谋型女主路线，契合了当下观众对去傻白甜人设的偏好。据2023年古装剧报告，智谋型女主角色热度上涨53%，而傻白甜差评率达71%。谭松韵的表演亦突破以往，从锦衣之下的灵动少女到兰香如故中隐忍坚韧的丫鬟，她通过眼神转换精准区分了贵女沈佳兰与婢女许兰香的双重身份。3、情感博弈，暴雨挡箭，墙角审问与双向救赎。林锦旗与沈佳兰的情感线充满张力，表面玩世不恭的林家公子，实则为家族使命在朝堂周旋。他对府中丫鬟许兰香产生好奇，却不知这正是当年被他退婚的未婚妻。剧中一场暴雨夜挡箭戏份，林锦旗为保护沈佳兰身受重伤，成为两人关系从试探转向生死与共的关键。而刘学义与谭松韵的对手戏更是火花四溅。一场墙角审问戏中，林锦旗逼问沈佳兰一个丫鬟，眼神里却藏着狼性，而沈佳兰以怕摔了杯子要赔钱淡然回敬，暗流涌动的对话被观众调侃比直白告白更带感。据剧组透露，这场戏拍摄时摄影师因过于入戏手抖到无法停机。4、权谋暗线，宅斗背后的家国棋局。兰香如故并未局限于内宅争斗，沈家冤案与林府暗线交织，沈佳兰在宅斗中逐渐发现赵家与敌国勾结的线索。她联合军护之女杜翠雀、郑和惠子氏等势力，最终扳倒幕后黑手，为家族平反。而林锦旗为守护沈佳兰，选择放弃权势与她归隐，完成从家族棋子到自我主宰的转变。副线人物同样丰满，李梦饰演的赵家原配夫人赵兴堂，并非脸谱化反派，她对林锦旗的执念源于家族利益与个人野心的纠葛。郑和惠子饰演的杜翠雀，从互相利用到反目成仇，与刘学义从白月光 CP 变身纯恨 CP， 反差感拉满期待值。5、制作野心，30公斤盔甲，87版红楼美学与金牌班底。剧集的制作细节凸显匠心。刘学义的武将盔甲由真牛皮打造，重达30公斤，还原明代武将的厚重感。服化道团队参考87版《红楼梦》美学，打造了30余套华服，园林实景拍摄，力求沉浸感。编剧桐华延续步步惊心的虐恋风格，将命运感融入角色成长。例如沈佳兰的台词“奴婢不是香，是火，烧起来能燎原的火”，在短视频平台成为女性逆袭的象征性口号。而《甄嬛传》礼仪指导团队的加盟，
确保了宅斗戏份的仪态规范与历史质感。6. 未播先火，话题破10亿，或成古装剧新标杆。尽管《兰香如故》尚未定档，但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0亿。观众对血色共生 CP 的期待，对谭松韵一人分饰两角的关注，以及刘学义能否凭借此剧打破主角剧必扑的质疑，持续推高剧集热度。与此前《知否甄嬛传》等宅斗剧相比，《兰香如故》更强调女性在绝境中的主动破局，而非依赖男性拯救。正如剧集命由天定，运由己握，沈佳兰的逆袭不仅关乎爱情，更是一场关于自我救赎的生存实验。大家期待谭松韵这次的角色突破吗？你觉得她能靠这2个角色圈更多粉吗？